我跟于总打个招呼。于总，远程的聂总来了，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啊！他旁边那位是谁呀？那个我刚好知道，之前在里湖饭店吃饭碰见过，是聂总好朋友的女儿。张总，你说话还挺含蓄，什么好朋友？就是那个，我们无锡商圈早就人尽皆知了。保不齐那个就是聂总的私生女，要不然能那么上心？那个宴会上，好像今天江云没有来，所以才敢带她来的吧？什么敢不敢？难不成如今聂总还会看江云的脸色？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，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。女人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是温柔贤惠，把家顾好，做好后勤，让老公舒心，日子自然过得好。可她呢，非要逞强好胜。据说有时候在公司，聂总的面子都不给，完全分不清大小王。现在好了，鸡飞蛋打了，让别人占了现成的便宜。我听说呀，她刚一离婚就后悔了，想找聂总复合，不愿意。如今恐怕正在家懊悔的，哪好意思跑这儿来自讨无趣呀？再说了，人一走茶就凉，我看于总根本没请他。哎，你们先喝着，我去给聂总打个招呼啊。行吗？聂总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你好，你是？聂总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是徐大峰啊，我们公司是做装潢材料的，上次招商会有幸还跟您聊过几句呢。哦，这次能有幸再次见到聂总，小弟真是非常高兴啊！咱们远程开发的商业地产是全国公认的高质量，聂总有什么用得着小弟的地方，尽管说话。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。效劳，我看就不必了。西光，你今天也来了，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我代表妈妈过来的，不需要跟你报备。你，我这个女儿真是被宠坏了，让大家见笑了。无锡大丰装潢材料董事长徐大丰。听徐总和我父亲打招呼，才知道你们之前并不熟识。刚刚坐在那里，恰好听到徐总高谈阔论，还以为徐总是我父亲的旧相识，对我家和远程的事情了如指掌呢。怎么回事？聂小姐误会了，聂总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是不是误会你自己知道？刚刚一大群人听着呢，徐总不至于敢说不敢当。你肆意编排别人家事，诋毁毫不相识的人，这样喜欢传播虚假信息的人，居然做装潢材料生意，真让人担心材料的真假质量。聂小姐言重了，抱歉，抱歉，可能是我刚才的言语有不当之处，得罪了。聂总，这都是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你尽可以解释，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，你侮辱创始人，这生意要是做成了，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了。还有，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，让老公舒心，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，你心里既然看不起，又何必参加呢？于阿姨，借地方处理点事情，给你添麻烦了。直到发现了你，那个时候你正对人发怒，全程都被你吸引了目光。身边有人说你骄横，可是我却完全被你吸引了，只觉得你的样子那么的光彩夺目，生气勃勃。原来他在那次宴会上就看见了，这么早啊？问啥？问你和你未来妻子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你还是单身狗呢。2011年1月15日晚上7点28分52秒。
我想我一定要想办法认识这个女孩子。正好佳琪将我介绍给了她的朋友们，其中也包括你。我现在已经万分肯定，你当时丝毫没有注意到我，以至于对我没有一丝印象。我试图不着痕迹地接近你，可你却很快在宴会上消失了。我想也许不用这么着急，我可以先做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。所以几天后，当我接到你赏梅的邀请时，我简直欣喜若狂。那天我做了一台极为成功的手术，第二天我就开车去了无锡。我绝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上手术台操刀。在高速公路上，我出了车祸。我没有生命危险，可是却再也不能成为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。原因除了手，还有眼睛。那段时间我蒙着纱布躺在病床上，心想，这就是我为了见那个女孩子付出的代价。我不会迁怒她，怨恨她，甚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我是为了去见她才出事。可是她为什么都不来看我一眼？不见光明中，你成了我的心魔，且从未解除。所以当从别人口中得知你在这个公司工作，我离开了盛源总部，到了苏州，没想到你却完全不认识我了。是了，你怎么会认识我？邀请我去无锡的那个根本不是你。可是西光，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。不见光明中，你成了我的心魔。可是西光，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跑这么快做什么？晚饭吃了没？林玉森，西光，我收到你的信了。明信片很漂亮。你喜欢就好。你好像去了很多地方，敦煌、七彩丹霞、凉州，大概什么时候才回苏州？我现在在北京，本打算今天飞回去，天气原因航班取消了。现在正在去火车站的路上，买了一夜直达的票，明天早上到苏州。你还去了北京？
来拜访一位医学界的前辈。哦，这样。北京回苏州，一般会经过无锡的吧？要不你在无锡下车吧？希光，你确定吗？你大概几点到无锡？我去接你。妈，我接个人。你去接谁啊？我回来再跟你讲。今天希光起得特别早，钻进厨房问我有什么吃的。我说给他下碗馄饨都等不及，吃了个包子，喝了几口豆浆就跑了。女儿长大了。好像出来的早了点。待会儿林宇森看见我在站台上等他，会不会很奇怪？跑到这里来接，果然还是太隆重了吧？要不现在跑回出站口？出站口在那边，我到底在折腾什么？哎呦！你靠近那一瞬间，风都变得有点甜。我假装在看旁边，其实心思全被你发现。咖啡冷了一点点，心跳却越来越明显。你说你喜欢夏天，我只记得你那微笑弧线，偷偷想你一整天。是否你跟我有一样感觉？像老电影泛黄的对白，却让我一直期待。偷想你一整天，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。每次说晚安之前，练习你的名字好多遍。希光，是啊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哎，你不知道，出站口太冷了，我穿大衣都要冻死，所以干脆就买了票到候车厅，有暖气的。然后既然检票了，我就跟着下来，不然少检一张票，火车没法出发怎么办？
说的也是，聂小姐的票这么重要，不捡火车怎么赶走？喂，我不是说9点吗？你还敢提？你是跟我说的9点，可是我查了火车时刻表，从北京过来的过夜车，一列是早上7点多到，一列是10点多，根本就没有9点了。你干嘛骗我？他应该会说怕我起床太早太辛苦吧。我怕你说，林雨森算了，太早了我爬不起来，你还是自己回苏州吧。我才不会这样呢。现在我知道了。给你，帮你带了小笼包，现在大概已经是小冻包。冬天打包这个好像有点奇怪，路上正好看见就下车买了，你就当我一时抽风。怎么会？我正好饿了，我们找个店热一下。好，无锡的小笼包很甜哦。是吗？那很合适现在吃。走啦，出站口很多店都开门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小笼包来西餐厅啊？刚刚路过的中餐厅招牌上都有小笼包，我们带着一份上门，会不会像踢馆？有道理。你们点的果汁和吐司，谢谢。然后那个小笼包给你们配了份醋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请慢用。谢谢。快尝尝。哇，吃得惯吗？一会儿吃完，你想去哪里玩吗？无锡其实没啥好玩的，太湖现在也太冷了，要么去看看灵山梵宫，起码那个顶还是很漂亮的，或者去三国城、水浒城，不然源头渚什么的。我一直觉得你会带我去看梅花。好啊，那就去梅园。梅园门票最便宜了，你帮我省钱了。我来开吧。不是不幸运的车技啊，我是真的不太信任你的车技。啊，走了走了，不然梅花都谢了。怎么开到太湖边了？前面有个路口，你开错了。路牌提示你走左边的道，你开中间了。
你怎么不早说？哦，我以为被鄙视的人是没资格指路的，而且我合理推测，你作为本地人，也许在走什么神秘捷径。不要回头了，这里很好。什么？你看那边。所以，你一直以为2年前邀请你去看梅花的人是我。一开始在公司，你才会那样对我。是。那你后来为什么？明明在你心里，我曾弃你于不顾。身不由己。我找了很多理由说服自己。或许佳琪没说清楚，或许你那时候年纪太小，不敢面对这么沉重的事情，所以选择性遗忘。这在医学上也有过案例。又或者，你并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。当时佳琪介绍的是 Vincent， 又恰好忘记了我的样子，所以没能把我和2年前那人联系起来。我找了很多个原因，每个原因都有那么多漏洞。可是每个我都说服自己相信，否则我怎么才能放任自己再度追求你？一点都不感动。你问都不问我，就把黑锅扣在我头上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不是。可是希光，除了你，我没想过会是除你之外的任何人。自始至终，我没想过会不是你。对不起。如果是我爸爸无意拆穿了这件事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让我知道？其实离开长白山的时候，我已经打算找邵佳琪问得更清楚一些，但是我当时也只是想，邵佳琪是不是在我和你之间有些话没说清楚？没想到还没来得及问，你爸爸就来了。你这些天为什么跑那么远，跑那么久？
我该怎么面对你呢？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你才不能再拿起手术刀的。我终于说服自己心甘情愿，可是最后却发现，居然是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，一个谎言。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交代。我的人生简直变成了一个笑话。希光，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？大3寒假，参加完宴会，回南京后。原来比我晚。这几天，我经常想起你说的那句话。什么？元旦后，我们和师兄在观前街吃完饭。你说，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。可是现在，我宁愿我是晚认识你的那个，那样我不会怨恨，不会去想，如果不是这样的阴差阳错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可是，竟然是我先认识你的。以后我和你在一起。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 Oh, wherever you are, whatever you want, don't hesitate to call me, just let me know. I hope you'll never forget. My heart is only you,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. 希光， Our love's gonna find a way.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，但绝不是因为你一时冲动和你不应该有的内疚。不是一时冲动，也不是什么内疚，是正常发展，但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的办公室恋情。所以，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 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 Oh, wherever you are, whatever you want, don't hesitate to call me, just let me know. I hope you'll never forget. My heart is only you,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. Our love's gonna find a way. Oh,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? If you ever wanna know,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. 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 My heart is only you,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. Our love's gonna find a way. 开错路是不是要罚下场？什么时候有个规则啊？上次在游戏城的时候，好吧，那待会儿我也给你下车。我刚刚只是不作为，可没乱指路。你
不要把问题严重化。还的时候当然要连本带利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？还要去梅园吗？不用了，以后没有哪里的梅花会胜过这里了。哎，不能玩手机。医生说了，要让大脑休息。无聊死了。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？快了，快了啊 Kevin， 小庄啊，我和同事们来看看 Kevin。你们总算来了，快来解决无聊的我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你看你们平时都那么忙，周末就应该好好休息，还到医院来干什么？他已经没什么问题了。本来我们组都是要来的，但是 Justin 和米娅临时要加班就来不了，说空了再过来。千万别让他们再跑一趟了。开门过2天就能出院了。哎，这次真的是要好好谢谢你们和天池医院的医生。嵩山这边的医生也说了，当时真的是很凶险，要不是你们大家，我们家 Kevin 可能就……妈，你别哭了，我现在又没什么事儿了。不仅没事儿，我还失忆了。天哪，这只有主角才会失忆的好不好？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。这孩子，你真失忆啦？不过你看着挺正常的呀，也没不认识我们。也没失忆多少嘛，就是事发前后，长白山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。医生说了，这个叫逆行性失忆。急性外膜硬出血这种症状不少见，没有后遗症啊，就已经是万幸了。哦，对了，当时据说有一位姓林的医生也帮了很多忙，他也是上海的。小庄，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我没有，你或许可以问问天池医院的医生。啊，好，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问。上次心太乱忘记了。凯凯啊，等你出院以后，我们要好好上门感谢人家的。25床、26床，拿饭了。哎呦，订的饭来了。阿姨，我们来。哦，谢谢啊，我给你们洗点水果啊。你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？谁？那个林医生。我们第一次见他是在魔毯区，他和我学生的姐姐在一起。后来你出事前，他正好也在，你还看见了他，说他是我学生姐姐的追求者。学生姐姐？怎么还有新人物啊？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脑子也太神奇了吧！那我们直接去吃饭。你想吃什么？我记得过年前，有人说要带我去南长街，从头吃到尾。好像是说过。你记性真好。那当然，聂小姐的每一笔应付账款，我都牢记于心。以后会计给你当，那就去南长街。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，跟她说一声。妈，你是不是和小林在外面吃？
不回来吃饭了？你怎么知道他来了？你都是我生的，我还不知道你呀。哦，但是你可能不知道。什么？就是刚刚，我们支支吾吾的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谈恋爱啦？才谈呀？啊？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早就偷偷谈起来了呢。才没有，就刚刚才开始。所以，我是第一个知道的。那必须是全世界第一个。行，算我没白养你。好了，你跟小玲好好吃饭，回来妈妈再跟你说。好。好了，跟妈妈说好，我不回去吃了。好。不过有个问题，既然都告诉阿姨了，那我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昭告江东父老了？不行，你要专心开车。明白了。麻烦聂小姐前面带个路，我打几个电话。啊，工作电话吗？当然不是。师兄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请你吃个饭。不对劲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？我平时难道不大方？不过这次可以更大方一点，毕竟我和西光一起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很生气。哎，名义上。不是吧？你这过了个年回去就脱单了，弄得这么快啊？哪里，其实已经见过家长。什么？家长都见过了？我去买个梅花糕。小心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人呢？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带他去买梅花糕。哎，别，他在你边上吧？我受不了了，把电话给小聂，我要跟他说几句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不是很信任你的人品。哎呦，你少废话，快点！师兄想跟你说话。喂，方师兄。小聂啊，你也不好好管管。我在这加班呢，大白天他跟我炫耀上了。难道要晚上说？这么快就跟我师弟一条心，欺负孤寡青年了是吧？不是，可是你上次不还劝我赶紧跟他在一起吗？那不是很正常吗？害怕好兄弟没有女朋友，更害怕好兄弟有了女朋友之后自己还没有啊。小聂啊，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。你看他多嘚瑟呀，轻浮，太轻浮了。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？还有没有机会退货？师兄，他把手机抢走了，都听到了。你们有什么恩怨自己解决啊！实在不行回苏州打一架，我去买梅花糕了。阿婆，2个梅花糕。你要什么味道的？现在抽了这么多。师兄，
怎么了？你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人，担心你没有恋爱经历，谈不好恋爱，劝小聂好好考虑一下。怎么了？你最好是这个意思。当然是。哎，什么时候吃饭啊？明天晚上我刚好有空。明晚不行啊，我要去苏大听讲座。那就有空呼我啊，最好也不要太早。我可不想在你们恋爱酸臭味最浓的时候啊，跟你们一起吃饭，影响我食欲。关医生，56床病人家属找你。啊，行了，你的劝养我已经收到了，挂了啊，我先去忙了。快来买单，我要了4个。一共32块。好嘞。你是不是还要打给盛阿姨呀？不着急，我不是那么招摇的人。真的？假的，我特别着急，特别招摇。奈何瑞士时间，我妈还没起床。帅哥给你。谢谢。谢谢。好吃了再来啊。我撕一下，1人1半。那每个味道都尝一下。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你咬一口不想吃，可以给我。哦，好吧。你明天去听什么讲座？苏大办了一个新能源学术讨论周，花总推荐的，我发给你。明天下午和晚上各有一场关于光伏的讲座，我都想听一听。我和你一起去。那肯定啊，你要当我司机。第2个想吃什么？这个吧。我想起来，我也还有一个人要告诉你。谁？等一下，那这个你顺便帮我吃掉。我找到我的不动产风景了。江瑞，不告诉他的话，回头他从别人那里知道，又要哇哇乱叫了。听起来后果很严重，必须要及时告知。不过，不动产风景是什么典故？没什么典故，就是我和江瑞去欧洲玩的时候开了玩笑，而且我想明白一个道理。是吗？就是这几天我们看了很多风景啊，可是再美的风景，匆匆看一眼就要走了，要头也不回的，毫不留恋的告别，因为它不属于我。突然文艺起来，急什么？我们都还年轻呢，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风景。什么鬼？不动产风景？对啊，写着你名字的不动产风景。吼，你不是早就找到了吗？林哥嘛，岛屿森林真的一动不动哎。是早就找到了，但是刚刚我写上了我的名字。
今天我送你到火车站，明天下午你到苏州火车站接我，安排合理不？非常合理。那你快下车啊，要赶不上了。等等，还有件事。干什么？握手道别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中午你不是跟江月说，要在不动产风景上写上你的名字？不要骗人，来，写一下。听心跳加速的声音，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，安静呼吸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白雪一片片落地，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，爱在眼底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我带走。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，你微笑的嘴角就是真理，命运写好的剧情。Just you and me, just you and me. 妈，你在等我啊？回来了。9点50，还没满10点呢。我也没说你，你心虚什么呀？小林呢？当然是回苏州啦，我把他送到火车站，回来堵车才这么晚的。过来坐。今天跟小林都去哪儿玩了？我们去看了梅花，然后去南长街吃逛逛，下午去了灵山大佛，晚上吃了排骨跟鳝糊，刚刚才把他送回去。明天我吃过午饭就要走了，我们要去苏州大学听讲座。好呀，我问你今天去哪儿了，你连明天都安排好了。你这好不容易回来2天，就陪妈妈待这么一会儿啊？哎呀，去苏州大学听讲座是同事推荐的，早就安排好了，不是因为林雨森才去的。跟小林在一起，开心吗？开心。那就好。妈妈在等你的时候呀，想了一肚子的话要说，提醒你这儿啊那儿啊，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了。有时候恋爱谈的就是个运气，运气好的话，什么心都不用操啊；运气不好，再明白再聪明都没有用。妈妈只希望我女儿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运气。有妈妈，我就是最好的运气。哼，这恋爱没白谈呀，嘴都变甜了。
我头发已经吹干了。那早点睡，今天跑了一天。你也早点睡，你都跑了好多天了。好，那晚安。第一次光明正大的说晚安。以前是偷偷摸摸说的吗？以前不够名正言顺，现在说早安和晚安，才不用担心是唐突和冒犯。从来不觉得是唐突和冒犯。这几天你不见了，还觉得怅然若失。以后每一天都不会消失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对了，明天去听讲座，你不要穿得太职场哦，毕竟听讲座的大部分是学生。还有着装要求？当然。人呢？刚刚研究了1分钟发型，怎么才能像大学生？什么发型？发个照片来看看。不发了，锅盖头。谁跟你说大学生就锅盖头啦？真的晚安了。好，真的晚安。锅盖头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从火车站接到你，到现在你已经笑语录了，这么难看？没有啊，已经是全世界最帅的锅盖头了。但是，最帅的锅盖头也是锅盖头呀。那怎么办？低下来，拿着。不这么严实，好像好一点。主要是给你看的，你满意就好。那就这样。哎呀呀！行，哎。为什么你觉得假扮大学生要弄锅盖头啊？我回忆了一下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头发长得快，也没心思打理，经常就这样。
点想看看你以前的照片了。都在上海家里，不过你可以拿你小时候的照片来换。林总，你还真是不做亏本的生意哦。谢谢夸奖。好像来听的人很多，我们快点。被你的发型耽误了，我们好像来晚了。怎么办呀？我们也坐地上。只能这样了。坐近一点，衣服分我一点就可以。不是说光伏行业不景气吗？还来了这么多人，差点没位置。现在是招聘季，肯定很多人想听听这个行业还有没有希望。来的好像不止咱们学校的学生，还有很多工作了的。尊敬的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们，大家下午好！欢迎大家参加今天陆双航教授的讲座。陆教授一向崇尚简洁，咱们就不过多介绍了。下面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陆教授。大家好，我是陆双航。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中国光伏的困境及破局。大家对这个主题并不陌生吧？我也不陌生，因为前几年我曾经讲过。我估计啊，再过个10年8年还得继续讲，因为中国的光伏史就是一部不断的陷入低谷，又不断的突破困境，冲向高峰的历史。但是我们每一个阶段所面对的困境又是不同的。上一次行业危机，我讲这个主题的时候，心情啊格外沉重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，中国的光伏产业号称是世界第一，但是在技术上，我们并不是第一。我们的光伏产品能够扑向全世界，主要靠的是廉价的人力成本。当时有个词形容中国的光伏，叫山头在外。你们有谁知道是哪山头吗？原料、技术、市场。谁？原料、技术，还有产品的市场和定价，完全正确，请坐。当时这3样全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们是从头到尾看着人家的脸色吃饭，就是给别人打工的。这么说，我们厂现在也还是打工的。盛远和元成最早的目的是在光伏爆发期攫取不利润，无意深耕。将来又要长足发展，一定要打通上下游的产业链。从06年到现在，从原料到各种组件配件，我们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国产化，真正把光伏产业做到了世界第一。连续2年，我们的光伏电池占了全球总产量的50%以上。然而怀璧其罪，巨大的危机又一次随之而来。双反。对，双反。2012年，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升温。美国商务部于近日正式宣布，对中国出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及组件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，税率分别达18.32%到249.96%。与此同时，欧盟委员会也启动了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调查，涉案金额高达210亿欧元，被称为史上最大双反案。技术上卡不了我们了，原料上也卡不了我们了，那就只有制造贸易壁垒，压缩市场，试图扼杀中国的光伏产业。这是老手段了，以前有过，
以后也不会少。但是他们忘记了，我们是中国，我们幅员辽阔，地貌丰富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，破局。而破局的点就在这儿，就是在西北。我国西北地区有着丰富的太阳能资源，同时地广人稀，电力输送成本极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风能和光能发电就成为了最优解。讲座即将结束，下面是我们最后一个提问时间。第3排蓝色衣服男生，请。我想请问陆教授，很多人在网上说，中国光伏之所以能世界第一，是因为光伏的技术含量不高。请问您对此怎么看呢？我也看到了这种说法，同时我也看到了一句很好的反驳：别的国家有的技术我们没有，那是工业明珠；我们世界第一的技术，别人不如我们，那就是技术含量低，不值一提。反驳得很好啊，但是我看到了，并没有感到轻松，而是觉得惭愧。一些人的不自信，是因为我们与科技前沿的差距，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也不会一眨眼就追上。但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速度应该再快一些，现在啊还是太慢了。没有。但是没关系，太阳是公正的，它普照大地，它不会亏待每一个在它底下挥洒汗水的国家和人民。7点半还有一场关于 PERC 电池技术的讲座，要听吗？要。最近做流光花园，我了解了很多电池方面的技术，想听听顶级专家的说法。对了，我告诉大家，光伏小花园叫流光花园。现在才说？聂小姐是会保密的。哎呦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没想到大家根本没想歪。花总还赞赏地说：“好名字啊！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留住光能。”那花总保守了。我的目标是留住所有光。那你要突破光电转换率的理论极限才行。聂小姐果然学了很多。那当然。PERC 是目前市场上转换率最高的电池技术。我这次去了西北，感触很多。回来后要重点着手推动 PERC 电池量产，要给你抢着花总用了。那花总得开心死了。我估计啊，他现在就在实验室呢，他整个团队都是科研狂人。我们先去吃饭，就在苏大食堂吃。好呀。方师兄可说了，当年你一进食堂就能倾倒整个食堂。我一会儿要看看有没有这个项目。廉颇老矣，没有可不能退货，毕竟牛是他吹的。我考虑考虑吧。哎。还有一个汤啊，居然排尾这么多，难道是阿姨看他长得帅就多给些？不是吧？他的年纪一看就是老师，所以才给的多。也太多了。老师可以请你吃顿饭，但是该挂科的还是得挂科。哎，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还是个不留情面的老师。
老师请我吃排骨，但是下学期我绝对不选林老师你的课。2块也不行。那就算了，反正挂科了，也是要重修的，你还是得见到林老师。我可以放弃这个学分，换个课。还可以随便放弃学分的？就准你随便当我老师啊？你说的对。我感觉今天真的来对了。虽然最近看了不少书，但是听讲座感觉又不一样。我以前做事嘛，也算是认真，但是基本上是上司交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很少会去关心所做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。但是自从开始做流光小花园，一切就变了。我需要去学习，去了解所有的逻辑，了解整个光伏发电系统的技术。而且今天听了陆教授的讲座，我对整个产业又懂了很多，就觉得眼前一下子清晰了起来。哎呀，我说的有点乱，但是你明不明白我的感受？就是好像突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知道自己站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，而不是机械性的接受指令，完成任务。明白。所以说，我也是有功劳的。那可未必，躺平也有躺平的快乐。我现在只是从躺平的快乐变成另一种快乐，你只能说是不过不失吧。向我女朋友讨点功劳实在是太难了。奖励你一个肉丸子吧。而且啊，虽然光伏产业眼下情势很严峻，但是今天听了讲座呢，我又有点开心。开心什么？陆教授后面的内容其实就是8个字嘛，迭代技术，重返西北。那我们公司一直在这么做呀，所以我开心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前几天我去西北实地考察了一番，感触颇深。光伏需要西北，西北也需要光伏。新能源产业战略意义重大，国家绝不可能就此放弃。我们跟紧国家，也要掉队就好。